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爆红海外后，张凌赫如何应对剧中人散的残酷现实？纽约接机人山人海，逐遇 Netflix 登顶 ，ins 2小时50万赞。张凌赫的海外数据很漂亮，但资本要的远不止这些。海外人气从数据爆发到真正站稳脚跟，考验的是流量退去后的真实底蕴。现象级爆发，拆解张凌赫海外热度的3大支柱。剧集出海，内容撬动全球市场的第一杠杆。逐遇自2026年3月6日上线后，连续14天蝉联 Netflix 台湾区日热度冠军，同时登顶爱奇艺 WOT 台湾区热播榜榜首，并拿下 Yahoo 台湾戏剧排行榜 TOP1。在泰国、新加坡、越南等核心市场，这部剧长期稳居 Netflix 热度榜 Top1。马来西亚跻身前3名，印尼最高位列第8名。更关键的是，它成为首部连续4周冲入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排行榜前10的国产剧，首周获取190万观看人次，4周总累计突破700万，刷新了近3年华语剧的年关数据。剧集成功的要素其实很直白，故事普适性加上制作水准，再叠加上平台推广策略，这种组合拳在内娱不算新鲜，但在全球同步发行的背景下就显得格外有力。逐遇正式在全球19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不存在以往跨国传播时的时间差漏洞现象，海内外观众于同一时间追更内容，完全规避了盗版资源提前分流流量的状况。作品与明星的绑定效应在这里体现得最明显。张凌赫凭借剧中角色在东南亚积累稳定受众，剧播期间海外社交账号单日涨粉超14万，多语种评论区互动活跃。泰国国民级演员凭采纳在 Instagram 主动晒出追剧动态，直接带动本土观众跟风涌入，这种从作品到演员的传导链条看起来顺理成章，但背后的风险也很明确，一旦作品热度退去，这种绑定能持续多久？社交数据，流量时代的直观热度指标。Instagram 上的数据神话最有代表性。4月18日，张凌赫在 Instagram 突袭发布6张居家萌照，身穿蓝白条纹衫与宠物狗温馨互动，1小时点赞破40万，2小时直逼50万大关，20小时跻身100万赞俱乐部，刷新内娱男星最快破100万赞纪录。评论区迅速被多国语言刷屏，韩语、日语、英语、西班牙语留言交织，粉丝们用不同语言表达对温柔系男友的喜爱。这种数据的双面性也暴露得很彻底，支持者说这是逐遇在东南亚15国登顶 Netflix 榜单后的自然结果。韩国 JTBC、日本电视台争相购入版权，这样的海外热度不是刷出来的。技术流网友分析称 ，ins 后台能区分 IP 地址。张凌赫的互动数据中，70%来自海外 IP， 其中东南亚占比最高，这是真实影响力的铁证。但质疑者认为，这50万点赞大概率是国内粉丝翻墙支持的结果，海外影响力含金量不足。更有人拿出数据对比，某顶流歌手 ins 点赞才10万加，张凌赫作为演员凭什么2小时破50万？这种争议触及行业核心逻辑。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张凌赫的海外热度完全依赖逐遇的剧情红利，属于典型的剧带人红，一旦后续作品接不上，热度很快会消退。线下活动，从虚拟数据到现实人气的验证。纽约接机事件的象征意义最直接。5月15日，张凌赫以 Gucci 品牌大使身份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参加时装周。深夜的纽约机场，数百名粉丝早已等候多时，看到他的瞬间狂欢尖叫。
而品牌方也格外重视，派出10多名壮汉保镖护驾。身高190公分的他，即便被保镖包围，也依旧格外突出。第二天，张凌赫在直播中亲自回应了这段经历：保镖大哥真的很壮，整个人被他们架起来了，感觉自己在空中飞行，吓我一跳，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配合他略带蒙圈的表情，这段描述直接把网友逗乐了，评论区瞬间被哈哈哈哈哈刷屏。线下活动的局限性也在这里，机场接机这种场景最容易造势，也最容易被组织化。你看人多，可能只是你看到了被安排过的多，不是自然生长的多。所谓海外人气，娱乐圈最爱干的就是把出现人数当影响力，把到场热度当市场购买力，把拍到的画面当全貌数据。你要知道，机场接机的统计方式从来都不透明，真正透明的是品牌方的预算，是时装周的邀请名单，是影视商务的谈判桌。繁华之下，张凌赫海外之路的潜在风险与挑战。历史包袱，早期东南亚言论风波的文化敏感性遗留问题。2026年3月，张凌赫在综艺《你好星期六》中随口调侃感觉出生在东南亚，随后又补了一句像杨迪。这句在国内综艺语境里大概率只会被当成普通地域梗的调侃，在被网友剪辑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后，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网友看来，这句话将东南亚与丑化、抽象的外貌画像直接绑定，精准触碰了当地民众长期被西方刻板印象裹挟的敏感神经。3月10日，张凌赫团队在 Instagram 的评论区发布了一则中英双语道歉声明，而非账号主页。这一敷衍的发布形式，从一开始就引发了网友的不满。声明中，团队反复强调本意绝无任何歧视，始终尊重多元文化，但通篇都没有直面地域刻板印象这一争议核心。更让国内网友无法接受的是团队前后截然不同的双标操作。就在发布海外道歉声明的前一天，张凌赫工作室刚针对国内的造谣者发布了措辞强硬、态度坚决的维权律师函，一边是对内维权的重拳出击，一边是对外道歉的光速妥协。这种强烈的割裂感让大量国内网友直言不讳，纷纷质疑其道歉的核心动机根本不是意识到了文化认知的偏差，而是怕丢了海外市场的商业收益，过度依赖单一爆款逐玉之后的内容断档风险。张凌赫目前海外认知度高度集中于单一作品的现象很明显。What 与爱奇艺国际版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累计播放量突破 2.1 亿次，多日蝉联区域热度首位。但长尾效应能维持多久？这是所有依赖爆款剧的演员都要面对的问题。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张凌赫的海外热度完全依赖逐玉的剧情红利，属于典型的剧带人红，一旦后续作品接不上，热度很快会消退。越南粉丝自发制作的同声翻译视频单条播放量破100万 ，TikTok 相关话题播放量呈指数级增长，多语种混剪内容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这些看起来热闹，但都是围绕逐玉这一部作品展开的。若后续作品未能接续影响力，将导致的剧中人散风险很现实。海外粉丝因缺乏持续内容供给而流失的可能性也很大。周边经济虽然强势，带动了东南亚古风服饰消费，新加坡汉服店库存快速清空，泰国电商平台上古风男装及假发搜索量翻倍，实现从观剧到消费的链路转化。但这种转化能持续多久，取决于后续有没有新的内容刺激。数据泡沫与真实性困境。社交平台数据在衡量真实、活跃、有消费意愿的海外粉丝群体时的失真可能。
这是内娱出海最需要警惕的问题。张凌赫的 ins 账号 @hamlinghe1230 粉丝数已突破350万。此次更新后，评论区迅速被多国语言刷屏，看起来是真实的全球影响力。但资本与品牌方在评估海外影响力时，如何穿透数据泡沫，衡量真正的商业价值？这才是关键。评论区不仅有常规表白，还有粉丝制作的角色混剪视频、手绘漫画，甚至有海外粉丝分享学习中文的笔记，称为了看懂张凌赫的采访，正在努力学中文。这种跨文化的深度互动，让不少网友感慨，这才是国产剧出海的真正价值。不仅输出作品，更输出文化影响力。问题是，这种文化影响力能不能转化成商业价值？资本要的不是情怀，是实打实的回报率。潮时音乐海外宣发负责人透露，竹玉在 Netflix 连续4周拿下非英语剧榜冠军，覆盖190多个国家，为张凌赫积累了坚实的海外粉丝基础。这次数据爆发不是偶然，而是剧集热度与演员个人魅力的双重叠加。但叠加之后呢？能不能持续叠加，这才是考验。未来路径，张凌赫的海外热度如何实现可持续转化？商业转化能力，国际品牌合作的试金石。张凌赫以 Gucci 品牌大使身份受邀出席此次纽约大秀，作为品牌大使。他与 Gucci 的合作早已不是第一次，早前他与田曦薇共同演绎的 Gucci Paparazzo 手袋系列广告便收获了大量关注。冷感精英路线的造型风格与品牌调性高度契合，品牌选择合作明星时的考量维度很明确：形象契合度、受众质量、风险可控性。张凌赫出发路透释出后，粉丝更是将应援打到纽约时代广场核心位，与纳斯达克大屏正对，海外牌面拉满，尽显其顶流号召力。但顶流号召力能不能转化成品牌销售额，这是另一回事。意大利顶级精品 Gucci 陷入连续11季销售下滑、声量低迷的困境时，品牌紧急启动年轻化救火计划。张凌赫作为极具亚洲市场号召力的品牌大使，受邀出席 Gucci 2027早春度假系列大秀，妥妥的品牌救命稻草，被外界视为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但这种关键人物的定位压力也很大，如果救不了火，下次可能就没机会了。职业进阶关键，参演跨国制作的可能性。从国产剧出海明星转型为国际项目参与者的路径，对张凌赫来说还很长。他面临的竞争来自本土、亚洲其他地区及全球的艺人，所需的能力突破也很明确，比如语言、表演体系适配等。竹玉以考古及考据融合非遗工艺，将市井烟火与家国大义交织，跳出了古装剧宫斗权谋的窠臼。其电影及镜头语言与留白美学，在 Netflix 登陆190余国后，引发海外观众自发复刻非遗妆造。东方审美首次以活态文化而非符号堆砌实现破壁。尤其在韩国，该剧登顶 Netflix 非英语剧榜单第2，带动当地观众因台词与服化道之美主动学习中文。但这种文化输出的成功，能不能让张凌赫获得参演跨国制作的机会，还是未知数。国际评委的认可，标志着其表演从功能性配角升为至艺术性表达。提名不仅是奖项肯定，更是行业对其专业价值的重估，直接推动其跻身国际品牌视野，实现商务与影视双开花。但开花之后能不能结果，要看后续作品的质量。粉丝生态维护，保持海外社群活跃度的策略，除了依赖新作品外的粉丝维系方式，比如多平台深度互动，发布国际化质量的内容，参与全球性公益活动等，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团队运营。
张凌赫的团队在海外运营上，目前看起来还停留在事件驱动阶段，有热点就推，没热点就静默。构建具有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国际粉丝社群的重要性，在竹玉的案例中体现得很明显。越南粉丝自发制作的同声翻译视频单条播放量破100万 ，TikTok 相关话题播放量呈指数级增长，多语种混剪内容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但这种自发性能维持多久，需要团队有系统的运营策略。泰国国民级演员平采纳在 Instagram 主动晒出追剧动态，直接带动本土观众跟风涌入，引发区域讨论裂变。这种名人效应如果能持续，对粉丝生态的维护很有帮助。但前提是张凌赫本人和团队要能提供持续的内容供给，超越个案内娱明星出海的共性反思。从数据出海到价值出海的必然转向，这是所有内娱明星都要面对的问题。单纯依赖国内流量模式复刻至海外的不可持续性，在张凌赫的案例中已经看得很清楚。纽约接机人山人海 ，ins 2小时50万赞，这些数据很漂亮，但能不能转化成真正的商业价值是另一回事。文化折扣与叙事适配，这是内娱出海最大的障碍。竹玉以普世情感为纽带，如小人物成长、女性独立，降低文化折扣，以美学自信为根基，拒绝迎合西方审美。但这种成功有多少可复制性，很难说。非以美学视觉输出，秦腔、皮影戏、明代服饰复原等中式美学元素被海外观众誉为东方生活美学教科书。电影及雪景与实景搭建大幅降低了文化折扣，但下一部剧还能不能做到这种程度？运营专业化缺失，缺乏针对不同海外市场的长效专业化运营团队与策略，这是内娱出海的通病。张凌赫团队在东南亚言论风波中的应对就很典型，道歉声明发在评论区而不是主页。这种操作在内娱可能觉得低调处理，但在海外看来就是不够诚意。商业闭环难形成，如何将热度系统性的转化为票房、版权收益、品牌价值等实质商业回报，这是最现实的挑战。周边经济强势带动了东南亚古风服饰消费，新加坡汉服店库存快速清空。泰国电商平台上古风男装及假发搜索量翻倍，实现从观剧到消费的链路转化。但这种转化能形成稳定的商业闭环吗？能持续产生收益吗？对行业与个体的启示也很明确，对艺人规划、团队建设、内容创作方向都提出了新要求。张凌赫的案例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内娱流量出海的光鲜与坎坷，他的海外故事未完待续，而答案将取决于如何将转瞬即逝的数据浪花沉淀为能够托举其走向更深水域的坚实浮力。你看好张凌赫的海外发展吗？你觉得内娱明星出海最大的障碍是什么？